在广阔的印度洋海域，印度海军一直试图牢牢掌控区域制海权，打造属于自己的海上优势。而在其现役主力舰艇中，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凭借吨位、火力与国际化标签，被印度媒体冠以“印度洋之狼”的称号，成为印度海军对外宣传的门面担当。作为印度自主研发的最强导弹驱逐舰，该舰自服役以来就备受争议。有人认为它是南亚驱逐舰的战力天花板，足以掌控北印度洋海域；也有人直言它是万国拼装舰，纸面数据华丽，实战短板突出，根本撑不起区域主力战舰的名号。维沙卡帕特南级属于印度 P-15B 型导弹驱逐舰，是 P-15A 型加尔各答级驱逐舰的深度改进版本，也是印度本世纪海军造舰计划的核心项目。熟悉印度海军发展的朋友都清楚，印度长期将印度洋视为自家后院，而北印度洋的阿拉伯海、孟加拉湾是其核心战略缓冲区。为了弃代老旧的德里级驱逐舰，同时对标周边国家新锐盾舰，印度启动了新一代国产驱逐舰研发计划，维沙卡帕特南级就此诞生。该级舰总共建造4艘，并在2021年至2024年陆续服役，全面补齐了印度航母战斗群的防空、反舰作战短板，成为印度海军航母编队的核心护航主力。评价一艘战舰的基础战力，首先要看吨位、动力、舰体设计3大核心基础指标，这直接决定了战舰的远洋适航性、改装潜力和持续作战能力。维沙卡帕特南级舰长163米，舰宽17.4米，标准排水量7000吨，满载排水量可达7700吨。这样的吨位在全球驱逐舰梯队中属于中型盾舰水准，与美国的阿利伯克级早期型号吨位基本持平，完全满足远洋长时间的部署需求。动力系统方面，该舰延续了印度海军成熟的动力配置，采用柴燃联合动力方案，搭载4台乌克兰 DT-59 燃气轮机，搭配2台柴油发动机，最大输出功率超过9万马力，最高航速可达30节以上。对于驱逐舰而言，30节的最大航速能够完美适配航母编队的机动速度，满足伴随护航、快速机动、紧急驰援的作战需求。在续航能力上，该舰18节经济航速下，续航里程可达4000海里以上，能够轻松覆盖整个北印度洋海域，无需频繁补给，远洋自持能力表现优异。舰体设计上，维沙卡帕特南级首次大规模地融入了隐身设计理念，舰面设备进行精简整合，摒弃了以往印度战舰杂乱裸露的布局。烟囱采用红外抑制设计，降低红外探测特征，相较于加尔各答级，其隐身性能有了质的提升。传电雷达系统是战舰的眼睛和大脑，直接决定了战舰的态势感知、目标锁定和指挥作战能力，也是现代海战中决定胜负的核心因素。维沙卡帕特南级的核心传电设备依赖进口，主打以色列的 ELM-2248 4面有源相控阵雷达，这也是该舰能够跻身盾舰行列的核心倚仗。ELM-2248 雷达是以色列军工的明星产品，主打的就是轻量化、紧凑型设计，非常适合7000吨级中型驱逐舰搭载。这款 L4 波端有源相控阵雷达，理论最大的对空探测距离可达250公里，对中小型空中目标、低空巡航导弹、无人机具备优秀的探测捕捉能力，可同时跟踪上百个海空目标，并同步引导多枚防空导弹执行拦截任务。多目标处理能力、抗干扰能力在同级别的雷达中处于中上游水平。除了核心的相控阵雷达，该舰还搭载了意大利远程对空搜索雷达、国产导航雷达、火控雷达，搭配完善的电子战系统、卫星通讯系统、数据链系统，构建起完整的态势感知体系。反潜探测方面，配备舰壳主动声呐、拖曳式阵列声呐，能够有效探测中近距离的水下潜艇目标，满足基础的反潜作战需求。该舰最强悍的战力当属远程反舰能力，这也是印度海军重点打造的核心优势。舰上配备16单元的俄制 CS-14 通用垂发，专门用于装填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。布拉莫斯导弹是俄焰联合研制的明星装备，最大飞行速度 2.8 马赫，最大射程300公里以上，可全程超音速突防，具备末端机动并轨能力，能够有效规避常规防空拦截，同时兼顾反舰和对陆打击双重功能。
在印度洋近海作战场景中，这套组合威慑力十足。面对周边国家的中小型水面舰艇、常规驱逐舰，布拉莫斯导弹的超音速突防优势极为明显，配合舰艇的机动部署能力，可以实现快速远程打击。在同等吨位的驱逐舰中，维沙卡巴特南级的单舰反舰火力完全处于第一梯队，这也是其印度之狼称号的核心底气。相较于拉满的反舰战力，该舰的防空能力就显得十分平庸，甚至存在了明显的短板。其防空核心为32单元专用垂发，装填印以联合研发的巴拉克8中远程防空导弹。巴拉克8导弹最大的射程150公里，看似具备区域防空能力，但核心缺陷致命。该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减2马赫，动力射程短，极速不足。面对敌方超音速反舰导弹、高速战机突袭时，拦截反应窗口被极度压缩，拦截成功率大幅降低。更关键的是，维沙卡巴特南级采用了分离式的垂发设计，16单元反舰垂发和32单元的防空垂发相互独立，无法通用。这意味着反舰防空弹药不能灵活调配，48个垂发单元被固定拆分，无法根据战场态势调整火力配置。反观全球主流盾舰，清一色采用通用垂直发射系统，可自由搭配防空、反舰、反潜、对陆打击弹药，战术灵活性、持续作战能力远超维沙卡巴特南级。同时，32枚防空导弹的载弹量，面对现代海战的导弹饱和攻击，抗打击能力严重不足。反潜作战方面，该舰属于够用的水平。舰上配备反潜鱼雷、反潜火箭升弹，搭配舰壳声纳和拖曳声纳，可搭载2架海王反潜直升机，能够完成中近距离的反潜警戒、潜艇拦截任务，足以应对印度洋周边常规水下威胁。但该舰缺乏远程反潜导弹，反潜作战半径有限，面对静音性能优异的先进常规潜艇、核潜艇之时，探测和打击能力明显不足，反潜上限较低。舰防系统是该舰的最大短板，维沙卡巴特南级依旧沿用老旧的4座 AK-630 第5管近防炮，没有配备主流的近防导弹，一体式近防系统。AK-630 近防炮的射速有限，拦截精度一般，抗干扰能力差，仅能应对低速地控目标。面对超音速突防导弹、隐身巡航导弹时，几乎没有有效的拦截能力。战舰末端生存能力堪忧，在现代高强度海战中极易被突破防御。通过硬件和武器配置的拆解，不难发现，维沙卡巴特南级的战力缺陷并非是细节问题，而是整体设计和军工体系的先天不足。3大核心短板直接限制了它的实战上限，让其无法跻身全球顶级驱逐舰的行列。第一是万国拼装体系，稳定性与后勤拉胯，整艘战舰的核心设备全部依赖进口，雷达以色列，动力乌克兰，主炮意大利，导弹俄以混搭，电子设备多国拼凑。印度仅负责舰体建造和设备组装，核心技术完全受制于人。不同国家的装备适配性差，系统综合度低，实战中极易出现系统故障、协同失灵等问题。同时，繁杂的进口设备导致后勤维护难度极大，成本极高，零部件供应依赖进口，战时持续作战快速抢修能力严重不足，可靠性远不如自主化体系的现代化战舰。第二是火力架构先天落后，战术灵活性极差。通用垂发是现代驱逐舰的核心标志，也是多任务作战的基础。而维沙卡巴特南级坚守分离式垂发，反舰防空、反潜火力各自为战，无法根据战场需求灵活调配弹药，防空载弹量不足，抗饱和打击能力弱，反舰火力单一，缺乏多元打击手段，整体火力配置固化，无法适配现代海战的多元化、高强度、复杂化的作战场景。第三是衍生于信息化水平之后，存在代差。在全球主流战舰普及一体化射频桅杆、全隐身舰体、一体化数据链的当下，维沙卡巴特南级的隐身设计敷衍，电磁兼容差，信息化整合低，态势感知、电子对抗体系协同能力全面落后。现代海战早已不是单舰火力比拼，而是体系化、信息化对抗。单舰战力再突出，信息化短板也会使其在高强度的对抗中陷入被动。综合来看，维沙卡巴特南级驱逐舰是一款优缺点极度鲜明的区域型主力战舰。
所谓的印度洋之狼，更像是一款针对性极强的区域特化战舰，而非通用性、全能性的全球顶级驱逐舰。在专属的区域作战体系下，它是名副其实的强者，但在全球化远洋体系对抗中，它的战力短板会被彻底暴露，纸面数据远大于实战能力。不可否认，维沙卡巴特南级让印度海军的远海作战能力实现了跨越式提升，巩固了印度在印度洋的区域优势。但在海军装备快速迭代、体系化对抗成为主流的当下，单一为入的优势早已无法决定战局。未来，若印度无法补齐军工自主化、信息化、通用化的短板，这款被寄予厚望的印度洋之狼终将逐渐落后于时代，难以支撑居远海战略的野心。你是如何看待维沙卡巴特南级驱逐舰的呢？评论区里聊一聊，请订阅我，下期节目更精彩。